呀，欢迎来到 King 的轮滑教室。2025年，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的一年，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吗？直排轮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直排轮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你只要有安全、有效率、正确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很快的掌控，不管是小孩还是大朋友。今天呢，就要教给大家3个简单方式，就可以开始安全的学习直排轮。而且如果你是比较容易紧张的小朋友，或是怕跌倒的大人，在影片的最后呢，也会教大家3个方式，可以更安心而且不容易摔倒的方式，来教给大家练习。也记得在这个影片下方按赞。当你要出去复习，或是要开始练习直排轮滑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打开这个影片，就可以更快的找到我们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3步骤直排轮滑行教学吧。好，在开始第1步骤之前呢，我要先请荧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在开始学习轮滑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穿戴好我们的护具，或者是我们的安全帽、护膝、护肘还是护手。我们在开始运动前呢，穿好我们的护具，可以让我们在身体健康，然后在运动的同时呢，可以保持一份安全，而且避免受伤。所以护具的部分一定要穿戴好，而且要把它拉紧。如果在护具穿戴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完全入门教学的一个影片，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介绍。另外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鞋子给扣紧。时常在外面看到很多人的直排轮呢是没有穿紧的，所以在把扣还有你的鞋带的部分呢是要把它给拉起来，你的脚踝才会更安全，更不容易受伤。这些影片都可以在之前直排轮入门教学这边去找到。那我们穿好护具跟鞋子后，就开始我们的教学。第1步骤呢是原地的踏步。那可以看一下我脚的部分。我们的脚呢需要先呈现一个叶的形状。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比叶的一个形状。它是当脚跟有出力的靠在一起。那踩一个 V 字形呢，比较能稳定我们的身体。固定好 V 字形这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开始练习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在原地的时候呢，你可以将你的膝盖往上抬。注意不是往后踢，不是往前踢，我们是将膝盖的这个部分，大腿的力量往上抬。然后踏步，踏下去的时候呢，会保持外八，不管你是在抬脚的过程中，还是落地的过程中，脚都是呈现一个外八字。有些人抬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变直的，就会变这样。所以我们在抬起来的过程中也是要外八。然后踏脚的时候呢，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双脚不能太开，也不要太紧，变成一个双脚的平行。所以都是保持一个外八去踏步，然后平衡住我们的身体。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原地踏步正确的练习方式。第2步骤呢是踏步向前。那我们会先让重心往前移动，所以我们先小小的往前移，但还没有开始滑动。但是在第2步骤就会有走路跟滑行中间的转换。那我们先看一开始走路是怎么做。我们刚才都是原地的踏步。那我们等一下第2步的话，就是将我们的脚呢小小的往前，小小的往前，切记不要跨得太大。这样子容易去滑倒，所以我们就是小小的往前走，小小的往前走，这样子一样脚一样是呈现外八以及靠近的。如果分开变成这样，就是一个错误而且不正确的动作。那我们就是先小小的这样往前走。这就是会是我们第2步骤的踏脚向前。再来呢，我们就要将它往前滑。所以呢，我们要控制一下速度，不要让速度太快，因为踏脚的时候就会加速，所以速度太快可能会控制不住，太慢呢又没有滑行的效果。所以我们等一下呢，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踩踩踩11滑。那踩踩踩呢是呈现外八。我在踩踩踩这个步骤的时候是呈现外八。11滑这个步骤呢，就是将双脚呈现平行的，就是像数字11的这个形状，它就会滑行，所以我们很简单来说，就是踩踩踩，它是往前走的。这时候有动力了，放11，让它
定速去滑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找个地方练习一下。我们可以在一个平面，我们这边就踩，然后11滑行，踩，有点向前11滑行。好，这时候的速度呢，对新手来说可能是比较刚好的，但如果你是有一点滑行经验的人，或是你学习的比较快，你可能这个速度就会不够。这时候你可以将你的踩，也就是加速的部分呢，加到6步，甚至是7、8步，就是你觉得可以控制住、可以安心的一个速度。那再去做滑行。那如果呢3步对你还是有一点点快，你可能在原地再做一下练习，或是说再将步伐加到2步，感受一下，然后11的滑行。好，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踩滑行这个步骤呢，一样再找一块空地练习个5到10遍，将这个动作给熟悉起来。那我们示范一下给大家看。过程中也可以将双手打开来，去保持你的平衡。第3步骤呢，就是要将我们的重心放低。甚至在有一些人在学习一开始，如果站着会重心比较不稳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让他直接去做重心放低这个滑行所以不一定会将它放在最后。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你可以都试试看，2个都可以替换。那第3步骤呢，就是我们的蹲低滑行。那只是在踩11滑行这个部分的11滑，站着变成是摸鞋子，或是摸膝盖都可以。我们通常会让它比较正确的放低的话，我们会做摸鞋子这个动作去做滑行。那摸鞋子过程中呢，我们的双脚一样要呈现平行，记得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这样会不稳所以大概就是2个拳头宽的距离，膝盖呢也不要碰在一起，或是太特意的打开来。我们只要保持住正刃，双脚平行，这样子去滑，然后摸鞋子。摸的时候也保持住空间，这样子滑行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原地练习呢，我们先做踩完之后呢，保持平行，摸鞋子。可以在原地跟我这样做一次这个练习。再踩，摸鞋子。摸完之后呢，我们一样就可以开始移动的版本，将重心稍微往前一点点，小步踏3步，然后摸鞋子，看前方。这个动作的好处就是说，你的重心比较低一点，你的身体会比较稳定，而且你离地面是比较近的，所以你也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不会觉得重心是很高的。都以大人来说的话，我们会重心越低，我们身体会比较稳，我们自己会比较安心一点。流程跑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复习。我们就可以找一个空间，有一个圆，然后呢，就开始练习我们的踏步。转弯的地方我们就小小的踩过去。遇到直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踩直线的滑行。然后踩过去，另一侧呢，我们就做蹲低的滑行，就是第3步骤。然后滑到转弯处踩过去，到直线的地方之后，我们就做第2步骤站立的滑行。记得我们在要转弯之前呢，速度都要放慢，这样子比较离心力不会过大。如果你转弯的速度如果过快的话，就比较容易摔倒。但是你在出弯的时候呢，就可以速度快一点点。你看我转弯，我就尽量不要再踏脚，不然速度就会太快。我现在出弯的速度就可以加快一点点，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综合的练习。那如果你真的转弯不急了，比如说你速度已经很快，你真的转弯不急了，你也可以拉大一点点，或是再往前滑一点点，不一定要沿着这个弯，然后让自己容易摔倒。这个就是可以练我们直线滑行的一个部分。最后的一个综合练习呢，教给大家。
如果你是比较害怕摔倒的大人，或是你一开始平衡感可能比较不好，然后小朋友也可能比较容易紧张的时候呢，你可以找一块草皮，然后它比较不容易滑，或是如果你家有这种巧拼，你就可以站在这种巧拼，就是比较软，然后它比较不容易滑的一个材质上面，然后一样做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一步骤的踏脚的去练习。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像有一些学校的操场的一些跑道，但是可能要先跟学校确认过是不是可以滑行那个跑道。跑道跟这种巧拼或是草地上的差别就是说，跑道上它还是有一定的滑行度，不过它的阻力是比较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可以滑，但会比较稳定，会给予滑行者更安全的感觉，所以可以让你练习到滑行，然后又不容易摔倒，不容易太滑。所以跑道我们常常会让小朋友上去，会滑之后直接上去绕个4-5圈，然后他的滑行功力就会快速的提升。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扶墙，或是找一个亲朋好友或者你的朋友扶着。扶墙的差别跟扶墙的好处呢，就是它的地上是正常的地板，是比较滑的，但是你在走的过程中，给你有一个扶的安全感，或者是说你可以甚至直接放开，在踩的过程中快跌倒，你可以直接扶一下，就可以避免你跌倒。所以在你溜的时候，可以给你更大的安全感，增加学习的效率。那我们可以扶着，刚开始你也可以甚至直接扶着墙去踏步，然后扶着墙去往前滑行，这样，扶着墙，如果你快摔倒了，这样就快摔倒了，你就可以扶着，这样就会相当的安全。像我们这边有整片的围墙，你就可以直接绕着这个围墙，有一些溜冰场也是会有的，你可以直接绕着这个围墙溜一圈，你的技术也可以很快的做提升。所以整体来说，如果你是容易紧张，然后比较怕摔倒的大人的话呢，我的方式我会带着这一些学员呢进行的顺序，有可能会是先从草地或是巧拼，然后再进阶到跑道，然后再进阶到扶墙，或是跑道跟扶墙替换，这两个都算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可以用这些方式呢去增加学习的安全，也可以给自己或是给你的学生呢更安全、更好的一个学习效率。那顺便提一点，如果你在开始过渡到开始正式滑行的时候，如果你在抬高的时候呢，会比较不稳，容易怕摔倒的时候，你可以先将你的步伐抽小一点，然后去做滑行。那这是针对大人的部分。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呢，我们都会尽量建议他抬高脚，因为这有助于他腿部的力量的发展，可以让他在后面更有力量，同时训练他脚的肌力，方便学习后面的动作。大人是因为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力量了，但是平衡感或是说协调性上可能没有小朋友那么好，那我们先给他安心的感觉，学会到滑行之后呢，再慢慢增加他的力量，增加他踏步的频率跟高度，来去增加他滑行的速度。那小朋友呢，我们就会直接先以培养他力量的方式，建议他把脚抬高，而且小朋友的重心比较低，他们身体也比较柔软，摔倒上面呢，只要有正确的跌倒方式，都会是比较安全的。正确的跌倒方式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做的直排轮入门教学的影片去参考，我们都会贴在下面的资讯栏。2025年呢，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的实体方案，可以让学员呢更无限畅饮的去运动以及学习直排轮的技术，并且有专业的教练呢在你旁边协助你做练习。我们这个方案呢是半年无限畅饮，只要有开课的时间都可以来上课，费用只要3650，以及1年无限畅饮的方案只要6580。这两个方案提供给大家学习参考。另外，我们有一个7天学习直排轮的系统线上课程，可以让你在7天内掌握你基础直排轮所需的动作，包括跳跃、转弯、后溜，还有入门的
方式，滑行、单脚溜等等，还有一些平常比较不会用到，像是上下楼梯的方式，或是基础器材的保养等等，也欢迎大家在线上上面选购来做学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如果还有更多问题，欢迎留言下方告诉我。下次想要再学习什么动作，都可以告诉我哦。那我们就下次见。